嗨，今天我来讲一下，在你进 MUET 考场之前，可以先听一听的经验分享。我知道从今年开始 MUET 已经有新的 format 了，所以等下我讲的东西都会是比较 general 一点的。就算你是新 format 的 candidate， 也可以听一下。接下来我会分成 general、listening、reading、writing 和 speaking 来分享。timestamp 我会放在下面，如果要可以去那边看。OK， 开始。General 基本内容跟普通的考试一样，在 MUET 考试的当天，全部 candidate 都会被安排去到同一个 hall 里面。桌子椅子都是排好了的，每一个位置都会被分开，就很像平时考试一样这样，防止作弊。进了礼堂之后，就要跟着桌子上的 label 去找到自己的编号，坐下来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在校生的话，当天你也可以看到很多从校外来的一些 private candidate， 也会跟你们在同一个考场。有些是很像已经在工作了的大人。成年人也会一起考，这个不是什么大事情，只是跟你讲一下，给你一点心理准备而已。So， 当全部 candidate 已经进到礼堂坐下了之后 ，examiner 就会开始念考试的规则那些。这个时候 examiner 也会要求你们检查你们带进来的东西，或者是你们身上有没有违禁品，比如讲 pocket 里面有没有纸条啊，有没有不小心带到电话进来，或者是等等的，就是违禁品。基本上除了文具和水壶，还有 IC 这些重要的证件之外，都是算违禁品。如果你不知道你东西是不是违禁品的话，在考试开始之前可以先问一下 examiner。如果这个时候你真的发现到不小心带进来了一些违禁品，可能你的 pocket 里面不小心放了一些纸啊，还是一些其他的东西，也不用紧张，因为如果你在考卷拍下来之前先诚实的交出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不会影响到考试。By the way， 记得一定要带 IC 进考场，然后跟着老师的指示看要放在桌子的右上角还是左上角。关于考卷，这个是 for 全部4张 papers。当考卷拍下来了之后，除非 examiner 有叫你们翻开考卷来检查，要不然不要去翻开考卷，也不要去碰那个考卷，要不然等下你可能会被 examiner 骂，或者是迟一点你考试的时候他会一直盯着你。最好是不要白白被骂啦，不然等下你考试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影响紧张。Next， listening paper。listening paper 是4张考卷里面时间最短，而且对我个人来讲算是比较容易的一张。这里会分享一点我自己做 listening 考卷的方法还有技巧。拿到考卷，在老师允许翻开考卷之后，先大概看完全部的问题，这样你就会大概有一个 idea， 知道你等下要找的答案大概是动词、形容词还是名词。等下录影播放的时候，你也会比较容易 target 你要听的重点内容。录音是会播放2次的，在播放第1次录音的时候，尽可能的先填完全部答案。如果不小心 miss 掉了1、2题，也不要紧，因为有很多问题都不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而已。录音播第2次的时候，就要检查看答案有没有错，然后再注意一下 spelling、grammar 还有字数限制，看好来到底是 less than 还是 not more than。For reading， 我自己的做法是先看问题，然后再读文章。我觉得这样最方便。当你带着疑问去看文章的时候，更容易找到答案。整份 paper 大概会有6到7篇文章，从容易到简单，越前面的越简单，越后面的越难。我自己的想法啦，就是因为越前面的越容易，所以尽量的在前面就拿多一点分，不要错那么多。后面的文章用词会比较深，有时候就算你读完了，可能也会不明白里面的意思。这样子的话，就算你后面剩下很多时间，也只能啊个而已。所以先慢慢做好前面的，然后才去看后面，不要赶时间。我觉得 reading 最复杂的地方就是 false 还有 not stated， 这个也没有什么技巧或者是方法，只是注意一下咯。我们的老师是讲不要自己做假设，只要文章里面没有提到就是 not stated， 如果文章里面提到但是内容是错的话，就是 false， 好像是废话。平时老师给的 exercise 多做，这样子就会大概看得出来 false 跟 not stated 的差别。Writing 的 format 已经不太一样了，所以我也没有太多东西要讲。我们原本是 directed writing 还有 academic writing， 现在好像是 guided writing 还有 extended writing。所以普通的 writing 技巧，在开始写 essay 之前，先大概的做一个 draft， 可以用 tree map 或者 pokok， 像这样。然后 essay 里面尽量用不一样的 sentence structure， 然后用不一样的字。有一个讲了好像没有讲这样的 tips， 就是尽量写有趣一点、成熟一点的内容。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加谚语或者是成语。Speaking 的话有2个 task。Task A 是 individual presentation。presentation 的开头记得一定要问候老师，简单简短的问候就够了。前面会有大概2分钟的准备时间，在2分钟里面要先做好 draft， 你要先想好，然后写好你等下要讲的 point， 尽量写3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写4个也可以。每一个 point 都一定要有 elaboration， 然后还有 example。
如果可以的话，尽量在你的 point 里面加一点 current issues。Task B 是 group discussion 群组讨论。如果你是 Form 6的学生，在考试前几个星期，你可能就会知道你的组员是谁了。如果你是跟你同校的人在同一组，这样子的话，你们可以提早先分配任务，决定到底是谁要做开头，谁要做结尾。我们之前的老师是建议给比较害羞强化或者是比较少会讲话的同学来做开头还有结尾，然后你们也可以先决定好一个人大概要接话多少次，但是上场的时候通常都会紧张，然后忘记算次数。如果你们上场了之后发现某一个组员可能真的是没有什么在讲话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在 discussion 的中间直接指明问他的意见。我讲的指明不是讲他的名字啊，你要讲可能他是 candidate A 的话，你就要讲Candidate A, what is your opinion? What do you think? Candidate A 就是直接抛话给他接。Discussion 多给一点意见，尽量是不要全部人都是同一个 stand， 要不然很难会有新 idea，point 很快就会讲完了，也会少了一起讨论的感觉。就组员可以站在2个不同的角度去讨论这个问题，反驳来反驳去这样子，不要太激动，然后很像吵架这样啦。最后尽量是统一，然后给出一个 conclusion。但是如果真的组员们有不一样的观点，最后没有办法讨论出来一个结果的话，也不要紧，结尾可以讲我不确定对不对，你们可以听一下。Seems like we are running out of time already.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每个人有不一样的观点。如果最后有统一结果的话，就讲 Great minds think alike. Conclusion 可以再强调一次你们的题目。个人的 presentation 也是，在开始 presentation 的时候，可以先强调一次你拿到的题目。Speaking 最重要的就是不要紧张。我自己考的时候就是因为太紧张，所以 stuck 这很多次。最好的方法就是平时跟你的同学在一起的时候一起练习，大概就是这样啦。这次我也讲了很久。其实我的 examiners 大部分都是善良的英文老师来的，他们也很想要帮你，给你高的分数。所以有什么问题或者是很紧张的时候，可以在考试之前或者是之后去找那些 examiners 问，尽力就好，不要紧张。真的是不要紧张，然后读书加油 ，MUT 加油，考试加油。如果还有什么关于 STPM、关于 MUT 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是去 Instagram 找我，在这里。真的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你，拜拜。